大家好，我是住在东京的方块。这一期我们来聊一下国际快递。聊这一期的目的呢，主要是想让大家知道和对比一下，自己如果想要往国内家里面寄东西，又或者说是想要吃到家乡味的话，该怎么办？好了，废话不多说，我们就直接开始讲这个有关于国际快递相关的一些事情。首先，第一个就是先讲日本寄中国相关的。日本寄中国呢，根据我自己个人这么多年的使用呢，主要分为3大类。第一个呢，就是常规的国际快递，这个就指的是呢，我们通过邮政或者黑猫宅急便等各种快递公司直接寄送的快递。第二种呢是大型集运，日本也是有一些大型集运的公司，但是呢，这个我利用很少。这个比较推荐的呢是不在日本的人来使用。第三个呢，就是个人或者小型公司的集运，这种比较适合于在日本长期居住的人。每一种快递的方式都有自己的优缺点，而常规国际快递的优缺点呢，它的优点呢，第一个就是价格是正常，也就是说它不会偏，不会太高，也不会太低，这个是主要正常的，也是最好的参考价格之一。第二个呢，因为它是在日本各个地方都有网点的，也就是说你还可以直接上门取货。比起个人或者小型集运来说，它是要更方便的。它的缺点呢，就是限制比较多，很多东西不能寄，然后即便是寄了，也可能就是造成通过率比较低这种问题。但是迄今为止，我通过一般快递往国内寄的倒是没有被拦截下来的，因为我都是通过正常的方式以及正常的物品寄送，其他的方式我并没有寄送过。这个如果有大家有经验的，当然可以提供一下。第二个呢，就是一些比较大型的一些集运了，这个在国内也是有的。日本的大型集运呢，它和国内大型集运有一点不一样，主要是因为呢，日本这边人工费比较贵，但是它有自己的优缺点。优点的话呢，它和国内的集运公司一样，它第一个都是有自己的仓储，然后有自己的专属地址，而且是非常适合日本以外的人购物使用。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们这些集运公司很多和一些在日本进行代购的一些网站甚至公司进行了合作，你可以直接在他们代购网站买了以后，直接就寄送到这个合作的这个大型集运公司里。这个的话呢，就参考类似于国内的你淘宝买东西直接寄送到淘宝合作的那种集运仓库。它的缺点呢，就是有仓储费和手续费这些额外的费用。第二个呢是价格是略高的，也是在运费方面的价格。这个如果要理解的话，就比如说你通过邮政查询的这个价格，它是标准价格的话，比如说是1000日元的话，它这边可能会多收，比如说100日元，又或者是50日元的这种略高一点的价格。整体来说呢，它的主要是适合在日本以外的人购物，然后是并且没有认识在日本的人的话，这类人是非常适合这种大型集运的，因为他们是可以直接在日本的海外，就是日本以外的国家进行直接注册就可以使用的。有关于个人和小型公司的集运呢，它的优缺点也是非常明显。首先呢是优点，它的优点第一个就是运费是比较低的，89折或者95折，这个的参考价格还是以邮政的参考价格为准。他们的运费之所以低呢，是因为个人或者小型公司，他们通过自己去进行一些集运，使他这里的货量达到一定的标准以后，在邮政那边享受的一些折扣。同时呢，个人所享受的多件折扣和公司所享受的多件折扣是有一定区别的，具体有多大这个我不太清楚，但是以前我利用的时候是89折到95折居多。第二个优点呢，就是无仓储费。这个和国内的一些集运是一样的，并没有类似的仓储费。第三个可上门取货既是优点也是缺点，原因呢就是因为它是看地区的，有的地区呢它是有这种类型的公司，它就可以帮忙取货，有的地区是没有的，你就可能要自己寄货寄到他们这个地方。缺点的第一个刚刚我们已经讲了，第二个缺点呢就是没有专业的仓储，以至于呢就是说如果货物比较多的时候，你不跟他进行一些其他的额外沟通的话，
他们就会不知道这个货是不是你的，会造成这种一些比较尴尬的局面，有可能会导致记错或者说其他问题出现。这3种方式呢，优缺点都是非常明显的。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下从中国寄到日本的一些快递的方式呢。中国寄日本呢，主要分为2种，一种就是我们自己去快递的常规国际快递，第二个种呢就是大型集运。常规快递呢，这个不需要多讲。大型集运的话呢，国内还分为，比如说是第一手集运和第二手集运，这些都分的。比如说像第一手的类似的集运，一般就是在传卖公司自己直接进行集货的这种集运方式。然后第二手、第三手呢，就是传媒公司以下的一些公司跟传媒公司进行对接的这种感觉。越往上价格就是越低，然后他们的需求也是越高。这个需求越高呢，就比如说传媒公司进行直接对接的，他们一般是直接跟一些公司进行对接，需要需求的比较稳定、比较货大的一些这种需求。这种类型的公司呢，都是按照集装箱来算的。如果说你是那种一般的这种个人的集运的话，一般都是传媒公司以下的其他类型的这种公司进行集运。他们的话呢，就是把各种各样的人的这些散货集中在一起，然后凑成一个集装箱来进行集运。所以如果你的运气好，能找到这个第二手的话，那么就可以代表你的那个价格是非常的适合个人集运的。上面说了那么多，首先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常规快递的优缺点吧。首先第一个优点还是一样的，快速，可以直接进行邮寄，无需中转，这个是唯一的优点，也就是无需中转，这是唯一的优点。缺点的话就是非常多了。第一个缺点就是限制多，第二个缺点海关通过率比较低，甚至有些即便是合格的，但是过海关的时候被查的几率是非常高的，因为你是个人邮寄，没有经过一些专业公司的一些比如说审核啊，或者说其他的一些通关保证什么的，这导致通关率非常的低。第三个呢，就是价格是比较高的，它相比于集运公司，它的价格一般会，如果说30公斤来算的话，贵的时候可能会超过150到200人民币左右。然后中国之所以我不说小型集运的，是因为中国基本上都是大型集运，因为中国在集运这方面比日本，可以这么说吧，比日本要先进一些。因为日本的电商，比如说像亚马逊，它都是属于有自己的那个快递，所以它并不需要其他类似的这种集运公司。然后日本呢，它都是自己买货寄国内，很少寄到国外，也就导致于它的这个集运方面，它是没有中国的强的。而且它这边的一些合作，比如说一些大型公司，它要寄送到国外，它都是有自己专门合作的这种集运公司或者说传播公司，和中国的这种个人想要往其他国家寄大量东西是有点不太一样的。说了那么多废话，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下大型集运的优点吧。优点呢，就是它有专业的仓储，第二个呢是运费比较低，第三个呢是限制比较少，第四个呢是通过率比较高。首先专业仓储这一点呢，这个如果有用过的人都知道，都是有自己专属地址的，而且东西也不会搞错，每一件快递都是可以直接查找的。运费的话呢，它这个低到什么程度呢？如果说是比如说同样是1公斤的东西，如果邮政那边如果是18块钱1公斤的话，那么这种集运公司他们就可能是15甚至是13、121公斤这种感觉，也就是大概是要低1/3左右。第三个呢是限制少，限制少主要体现在有一些东西能不能寄在身上。最常见的呢是比如说一般的带磁性的，就是带有一些磁性的一些物品，还有一些大型家具这些。如果是个人想要通过正常的快递进行寄送的话，是寄送不了的。但是如果你是通过他们的话，就可以直接进行寄送。第四个呢，就是通过率比较高，专业公司对你所寄的货物进行了一次审核，他在通过这个海关的时候，相当于他是用他的公司做了一些担保。准确来说，他是公司邮寄或者快递的话，他的在通过率方面是要比个人邮寄是要高一些的。缺点的话呢，也是唯一的缺点，那就是需要转运。
这个的原因呢，是因为他们并没有在各个地方设置有自己的网点，也就是你需要通过一般的快递先寄送给他们，然后他们再给你进行运输。然后有关于大型集运的一个大家没有注意到的地方呢，就是很多人可能用过，但是用的都是什么？都是淘宝、天猫直接进行合作的这种集运。这些集运的呢，它的价格会比如像微信啊或者其他等方面的一些私聊工具客服，他们的价格要高那么一点点。准确来说，比如说是淘宝、天猫价格是18块钱、19块钱1公斤的话，他们这边可能就是17块钱或者16块钱1公斤，会稍微便宜那么1-2块左右的感觉。最后，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如果我的视频对大家有帮助，希望大家帮忙点赞和分享。如果大家对我的内容感兴趣，欢迎订阅我的频道，我会继续分享日本生活相关的经历和经验。如果大家有疑问或者想要和其他论友一起交流，欢迎加入我的私人电报群。谢谢大家。